纯电版续航超过1000公里，9分钟呢就能够近乎充满。这样的2026款腾势 C9 GT， 你确定不来详细了解一下吗？当很多品牌还在自诩自己从30%充到80%需要多久的时候呢，比亚迪呢直接掀桌子了。它呢9分钟就能够从10%充到97%，并且呢末端也能够保持一个高功率。这样的充电速度对于大多数的竞品来说简直是降维打击啊！另外呢就是这个滑轨式的悬吊充电桩，它呢通过滑轨可以移动整个充电枪的距离，方便对左右两侧的车充电。它的单枪最大充电功率可以达到1500千瓦，即使是两边同时充电的话呢，也能够保持一个闪充的状态。在今年年底呢，比亚迪是计划建成2万座这样的桩，整体的充电速度简直不要太方便。外观部分呢，之前我的同事已经对它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体验，想看的朋友呢可以扫码观看。今天呢，我们只回顾亮点。首先呢，就是激光雷达回到了传统的位置上，另外它还增加了智驾小蓝灯。新款车型呢，增加了新的外观配色，以及2个全新的20英寸的轮圈样式。这次的试驾车呢，采用的都是21英寸，看上去呢会更加的动感。内饰呢，同样新增加了新的配色，像这个红色的内饰搭配一体式的座椅呢，符合它这台 GT 车型该有的动感和激情。方向盘呢做了减法，采用了3幅式的设计，看上去呢比之前那个4幅的真的是顺眼多了。另外呢，新车采用了怀档的设计，也为整个副仪表台呢腾出了更多的空间。作为一台中大型车，它的后排靠背呢是支持电动调节的，并可以电动放倒。放倒之后呢，能够形成一个相对平整的空间啊。整个静态部分就是这样，下面我们就把它开起来，来看看它的动态表现。我们先来整体说一下它的一个参数表现啊。2026款腾势 Z9 GT 呢，依旧有插混和纯电2种动力。此次改款呢，为了进一步降低门槛，它还推出了一个单电机版本。而插混车型呢，则是换装了更加主流的一个大电池，让它的纯电续航呢超过了400公里，综合续航呢超过了1300公里。纯电车型呢，则有102.3度和122.5度2种容量的电池，最大续航呢能够达到1036公里。另外呢，它还推出了纯电性能版，3电机的最大功率呢达到了1156马力，最大扭矩呢更是达到了1210牛米。官方的0-100加速时间呢是2.7秒，怎么样？这样的参数够恐怖吧？通过前面的参数介绍呢，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想象到，它呢是一台动力过剩的车。即使是它的单电机版本呢，也有370千瓦和500牛米的一个参数，日常开起来呢，给你的更多的是一份气定神闲的悠然自在。动力调教呢很线性，加速踏板呢在深浅之间能够比较丝滑的控制整体的动力释放，所以呢大家不要被它强大的参数吓到啊，日常开起来呢还是很好开的。一旦需要它动力释放的时候呢，它丝毫不会拖泥带水，一脚电门下去1/3就能够完成大部分的日常超车。在噪音控制方面呢，整体的表现可以说是很优秀了。在我们急加速的时候呢，更多的是一些风噪传入到车内，整体还是比较安静的。而在悬架方面，它采用的是同级主流的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一个组合。而云辇 A 智能底盘控制上车之后呢，让它的底盘质感呢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。它具备双腔空气弹簧，并可以通过预瞄系统对前方路况进行实时的扫描，同时呢对悬架的阻尼、软硬、高低进行调节。大部分日常颠簸呢都能够化解于底盘之下，而我们在快速过弯的时候呢，它又能给你提供足够的支撑性。后轮转向的加入呢，也让车尾有了更好的跟随性，这些呢都为驾驶者提供了更强的一个信心。最后，我们对这台2026款腾势 C9 GT 来做一个总结。首先，它的提升是全方面的，也让这台性能怪兽再进化。而第三方呢，则为它带来了更好的灵活性。毕竟我们每个人都不喜欢开一台笨重的大车，你说对吧？最后呢，我觉得
单电机版车型的加入真的是太好了，便宜了6万多，并且呢，它的整体的动力也是非常够用的。好了，关于这台车的试驾部分就到这里了，看更多新车内容，来汽车之家。